亲爱的灵魂家人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要探索一个非常神秘且重要的话题：你的灵魂契约对象是谁？也许你正在等待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也许你的内心已经感受到某种灵魂的牵引，也许你曾经梦到过怎样的一个背影。那么今天的占卜呢，就将帮助你去揭开这段灵魂契约的线索。在灵性层面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灵魂可能已经和某些人立定了契约。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灵魂伴侣，我们会出现的业力关系，甚至是命中注定的爱人。这些人会教会我们爱，疗愈我们的伤痛，或者带领我们走向真正的成长跟幸福。所以今天的占卜呢，将会透过塔罗牌的牌卡指引，来帮助你了解这个灵魂契约的对象的特质。他的外貌，他的职业，你们之间的缘分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相遇呢？以及这段关系可能会带给你的影响。目前呢，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，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。最左边是第一组，中间是第2组，最右边是第3组。我们要从其中选择一组牌卡进行聆听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，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卡选择。所以，请大家跟我做这个冥想小仪式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放松我们的心情，大口吸气，大口吐气，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放在眉心之间。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：亲爱的宇宙，请启示我的灵魂契约对象是谁。许愿完之后，睁开眼睛，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给你的讯息。在公屏打出来，迎接宇宙的祝福，我是幸运的，我是幸福的等等的字样来吸收视频的能量，同时表达你的感恩之情，提升我们的能量。留言好之后，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，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讯息咯。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？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我们来验证一下你的爱情观。第一张牌卡，你想要的是温暖的家，即使室外是这种电闪雷鸣、狂风暴雨，但是家里面呢依然有温暖的炉火，家依然是安安静静、很舒服的。你的爱情观目前充满了安全感、温暖跟稳定，同时也希望自己呢充满着希望和新生，阳光灿烂的象征。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太阳日出这张牌卡哦。你渴望一段可以给到你归属感的关系，无论外面的社会、外界的人际关系多么混乱复杂，无论风雨多么的猛烈，你希望的爱情就像家一样，始终可以提供一个很温馨的避风港。这也意味着你更倾向于寻找稳定长久的关系，不想要爱情游戏，不想要短暂的激情。你希望爱情呢能够像家一样，给到你内心的安定感。无论外界如何的动荡，你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感受到温暖，感受到支持。你也希望对方是可以给到你正能量，给到你积极、阳光、健康的人。你要的爱情呢，并不是封闭或者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充满着光明，充满着活力，充满着积极，更多一些新的期待、新的希望、新的开始。你们可以迎接一个崭新的恋爱阶段，甚至可以和对方一起去新的地方，认识不同的人，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一些事情。这份爱情呢，在一起可以建立家的温暖，但是不需要太过于乏味，或者是一成不变，太多的油盐酱醋哦，而是
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分享，一起去分担，那一起互相的保护照顾。除此之外呢，也有更多给对方带来的新鲜感啊，带来的甜蜜啊，带来更多美好的正向的影响，让彼此变得更好。就像是早晨的这个晨曦照耀大地一样，带来更多新的可能性，那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所以跟这份爱情在一起的话呢，你也渴望是一种既稳定又充满着生机勃勃的关系，能够让彼此互相的温暖安心，但同时也带来新的一些突破成长。那么当下你可能正在寻找一段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的爱情关系，这是你当下的爱情观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。如果完全都不是的话，那我们就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集中能量排除选择了。只要对应到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往下听。当下你自己的爱情能量，两张牌卡都是逆位哦，但还好的是代表着可能你过去经历了一段动荡，或者是情绪低落、浮躁、不稳定、茫然的时期，也可能让你对爱情的期待有一些动摇，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调整自己，让自己找回稳定，找回更多的幸福掌控权。之前可能对于情感上面呢有一些不确定啊，或者是出现一些失望、信心不足、消极的情绪，或者是你曾经有过某种积极的期待，但是那份感情结果并不如你所愿，让你觉得不确定未来是否能拥有幸福的理想的爱情，甚至有的宝宝可能一度怀疑自己的价值哦，对未来自己的感情有一点担心，有一点困惑。高塔的这个牌卡的逆位呢，也代表着你正在从这种困惑、这种消极的情绪风暴里面恢复。即使过去出现了可能让你丧失信心的感情，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情绪激烈的变化，但现在呢，你正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，更加的稳定，不想再让感情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成败来影响你的未来，也不想让外界别人对爱情幸福的定义来左右你自己的内心世界。爱情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期待，而是自己内心的满足感。现在的你呢，正在慢慢的走出过去的一些低谷，学会更稳定的调整自己的情绪，不可能让自己一蹶不振啦。但是你正在总结过去的一些经验，看到过去的一些情感波折反而让你更加的成熟，所以现在呢，你更懂得如何去守护自己的能量，如何去守护自己的爱情，不会随随便便的去爱，也不会因为别人对你有好感，所以你就要对别人倍加的珍惜。即使当下可能仍然有一丝的迷茫，但是你不会再沉浸于负面的情绪里面，而会有更多的保持耐心，相信未来仍然充满可能性。你还是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希望，并且提醒自己，爱情的美好，所有的这种幸福感觉，其实都来自于内在自我的一种感受。稳定自己的内在，不会过度的去依赖情感上面的变化，你正在获得更多的安全感，重建自己，尝试去打开新的一些局面，自己的心态当下呢也会更多的一些开放哦。这种积极的能量呢，正让你获得更多新的一些机会的进入人际关系上面，可能在近期就会去认识更多的人，
或者是接触到更多的一些圈层。当你稳定之后呢，自然就会吸引到新的爱情能量。而当下呢，你也会更多从新的一些态度啊、角度啊、新的方式去体验人际关系、感情的美好。无论如何，你的能量呢已经在恢复，你的爱情呢也即将迎来新的一些转机，而你的能量正在吸引到和你有灵魂契约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哦。那这个人他又是怎样的一个类型呢？我们当下就来解密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他的外貌哦。隐者，那么就代表着一种很稳重、很内敛，但是很温暖的一种气质。无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呢，都不会是过于张扬或者是浮夸外向的内心，不会太过于的外向，而是有一种比较成熟、稳重、接地气、有智慧、有文化、可靠的感觉。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，他应该是中等身材偏高，大概在1.75米至1.85米之间，但不会特别的高大，给人一种很实在稳重的感觉。他的体型呢，应该不会过于的强壮，或者是肌肉很发达的样子，更可能像隐者一样，是身材比较修长、比较匀称，甚至稍微比较瘦长的身材，但不会是显得特别的弱小的。这个人他不爱过多的打扮自己，喜欢简单朴素的风格，可能偏好深色或者是低调的服饰。他的五官呢非常的端正，不是那种一看就很惊艳、很漂亮、帅气的类型，但是属于耐看型、很有气质型的这种魅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他应该越来越有气场，很有修养。他的眼神呢非常的深邃，是有一点神秘感，带着一丝这种在思考的感觉，感觉是比较有文化的，而且他可能会留一些小的胡子，也许有时候想给别人一种成熟的感觉，不会是每天都把自己胡子刮得很干干净净的，也许是有一点胡渣的。那么这是一个内心比较强大丰富的人，他喜欢独处，喜欢思考，并且喜欢接触哲学。他不会喜欢在人群里面出风头，特别高深论阔的去表现自己。他是低调的，当他微笑的时候，会让人感觉很有温暖、安定感，甚至觉得这个人呢是非常靠谱的，是有可以带给别人家庭感状态的一个人。就是说，他不会是一个看着很浪漫、很有情调、很情人这种气质的，他反而是老公这样的一个气质。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，她就是看着很有妈妈、很有老婆这样的一个气质。她的身高可能在1.6米至1.7米之间，不会特别的高挑，但是身材比例比较好，纤瘦但是不消瘦，有这种柔和的线条，整体的感觉呢，给人一种很优雅、很温婉、柔和，不会是过于强势或者是冷酷的。而它的造型呢，也是一种喜欢素颜、气质出众的这种类型。它不是那种喜欢化浓妆啊，或者是特别艳丽、戴很多首饰、穿特别时尚鲜艳颜色的衣服。它更加的是一种朴素，因为它会注重自己的内涵。在讲话的时候呢，也不会讲太多的一些废话，特别唠唠叨叨的，而是喜欢讲重点，喜欢节约时间精力在自己
专注的事情上面，所以也不会有太多呼朋唤友啊、玩乐的时光，不是那种喜欢 party 的类型。它的发型呢，应该是比较偏自然的颜色，也许是黑色，或者即使染发的话呢，它都会是染棕色啊、深棕色这样的一个接近黑色的深色的一个发色，不会去染蓝色、粉色这些，所以它给人一种很温柔沉静的氛围。它的皮肤呢，也许是冷白或者是偏白的一种类型，带有温暖的光泽感，不是很喜欢去美黑或者是晒黑。总之会给人一种邻家女人、邻家女孩的这种亲近感的类型。因为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圣杯10，就是这种家庭牌卡，所以即使无论男生女生呢，他都是不浮夸，不会过于惊艳型的外貌，而是耐看型，越看越好看，很知性的那一种美。这个人呢，他不是第一眼就抓住别人眼球的，但是跟他相处久了之后，他的魅力就会慢慢的展现出来，让人感觉很信任他，很给有安全稳定感。所以就是爸爸妈妈很喜欢的那种长相，很喜欢的那种性格。好，那么他的性格到底又是怎样的呢？首先，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狮子座、巨蟹座、射手座、双鱼座。这个人的内心是非常坚强，很有主见，也有一定的领导力跟自信的，但他没有太强的功利之心，也不会有很强的占有欲啊、控制欲，而是用一种以柔克刚、温柔的方式去掌控局面，不是特别的好强、要面子。那之前有讲嘛，他有狮子座，很有力量这方面的一个性格特质。他是月亮、太阳或者是上升星座，也有可能是射手座啦、双鱼座啊、巨蟹座、狮子座，那是有水星能量的，所以他对于感情也是很有怀旧感，很珍惜过去的美好，对人呢也是非常善良的，内心很柔软，容易对熟悉的人事物产生很浓厚的情感连接。跟他在一起呢，是时间越久，他越深爱，越珍惜，所以是细水流长的类型。还有除此，他就有射手座很独立的精神，会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断的去奋斗。在感情生活上面的规划呢，比较是随遇而安，不喜欢按部就班，不喜欢被压力推着往前走。这个人他是有原则性的，有自我的底线，面对挑战的时候不会奋力的抵抗，但是也不会轻易的去妥协，还是有比较强的弹性跟适应能力。只要不碰触他底线的话呢，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是可以沟通，那都是可以去和解的。他的力量来自于自己的内在，而不是外在的包装啊，或者是外在的一定要显摆、强势的这种表现。不喜欢作，不太去演戏，善于用耐心、温暖和智慧去解决问题，而且他不会太过于强行的去规划自己的人生。这5年一定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，下5年一定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，30岁就一定要结婚生子，没有太过于细致这一方面的规划，更觉得顺其自然，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享受当下，可能是他更舒服的一个状态。他更倾向让自己的生活、人生自然的发展，去顺应机会，而不是过度的计划，或者是一定要掌控一切。这个人呢是感性且怀旧的，内心很温柔，
对友情、爱情、家人都有很强的归属感，而且他的爱情观呢，也是充满了这种纯真以及期待的。他的爱情是浪漫的、感性的，像一杯温暖的水，没有过多的一些计算，彼此要去玩心机呀、玩谋略啊，而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渴望跟温暖。喜欢的话呢，就喜欢，就去付出，就是给予爱就好了。不喜欢的话呢，就不要再纠缠，不要再苦苦的相逼。不喜欢的话就放手，祝福对方就好了。他会觉得爱情呢是彼此相惜，是一场自然发生的旅程，不会刻意的去追求规划爱情，不会勉强自己，也不会为了恋爱而恋爱，一定是遇到自己心动的人才去爱，不会因为对方的金钱比较多，或者是事业条件、家庭条件比较好，那么就去谈恋爱。他没有办法背叛自己的内心感觉。这些呢，都让他在感情里面是比较洒脱的。那他对爱情是有很纯真的信仰，但有时候却少了一些主动性。有时候他比较被动，他习惯让感情自然的发生，所以他不会特别强烈的去追求对方，去 push 对方，而是可以慢慢的互相了解啊、认识啊，增加感情的这种深度啊，互相的喜欢，培养情感。如果对方在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表示喜欢他的话呢，都没有感受到的话，可能他就会放手祝福对方去追求他的幸福，他可能把这份爱藏在自己的心中暗恋，所以这也是容易错过一些缘分的。那有时候呢，他会因为暗恋的太久了而错过缘分。他相信这种真爱，相信心灵上面的契合，所以他想要的是那种情感上面可以共鸣，大家两个人共同的对彼此是很喜欢、很深情的。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确定之后，他可能才会去追求大胆的表白。有时候呢，他很容易回忆过往，对旧爱有一些恋恋不忘，过去的一些感情经历呢、经验呢，也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份恋情，有恋旧这样的一个特质。但是当他认定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轻易的去放手，他会努力的维护这段关系，给对方安全感跟力量。他的爱情是那种低调的，但是是非常稳固、非常长久的，不会是三心二意，也不会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，还是对感情很专一、很深情的人。好，当然他也会很尊重对方的一些选择啦。如果对方呢确实对他没有兴趣的话，他就会默默的去关注、去支持对方。很可爱的性格，很单纯，实际上。那么他的工作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很有可能他是从事这几项工作的职业事业，一个是空服人员、空乘人员，一个可能是导览人员或者是导游，也许是关于旅行方面的。那也有可能他是民意代表、政治工作者，也可能他是政府单位。那也有可能他是在做餐饮、旅游、酒店服务人员，是这些服务关于旅行的服务行业啊，或者是餐厅这些行业。那也有可能他是医师，关于医疗设备这方面的事业，也有可能他是银行职员、财务出纳记账人员，是可能关于金融金钱
记账方面的、会计方面的，可能他的工作呢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，就是他也许一生不会只从事一个工作了，但也有自己比较专业的一些地方。好，你们相遇的时间呢？相遇的时间可能跟个人成长、思考，以及要去做很重要的决定有关。你们的爱情并不是很冲动的时候发生的，或者是不会在一场很突如其来的转角遇到爱，突然的这种邂逅，而是在认识、熟悉之后慢慢发展的这种情感。我们这边出现了2张牌卡，都是数字9，很有可能是在9个月之内相遇的。也许有的宝宝会长一点，9个月左右的时间；也许有的宝宝呢，可能是在9个礼拜之内就会相遇。是你已经准备好去接收新的挑战，人生开始有新的转变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这一个人。因为这3张牌卡都有点强调等待和准备的能量，这表明你的爱情呢，并不会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发生，而是当你已经克服过去的情感伤痛，当你已经开始完全对未来充满着渴望、希望，愿意接收新的爱情、新的机会的时候，对方就会出现。也许他来的不会太快，但是呢，在这一段时间他出现之前，你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状态，可以有新的约会，可以有新的发展，可以有新的期待。当你个人在感情上面调整到非常正向、快乐的时候，真正的相遇就会来到。也有可能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秋冬天这样的一个季节。那么你们相遇的地方，首先权杖女王呢，可以看到可能是在很有热情、很有活力、特别社交的一个场合，也许是在有表演相关的很有艺术氛围的场合，比如说画廊啊、剧院啊，或者是去上舞蹈课，或者去参观一些摄影展的时候，也许是在运动、健身，或者是锻炼，有瑜伽、健身房、舞蹈工作坊，或者是去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活动的时候，也有可能是在去参加派对，或者是认识朋友的社交场合，也可能是在餐厅或者是咖啡馆相遇的。更多是在一种很有活力、开放的地方，有可能是你跟朋友一起去参加活动，而不是你单独前往的地方哦。另外呢，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女王，这个代表着很稳定、很舒适，跟金钱物质有关的地方，比如说高档的餐厅、精品的咖啡馆，或者是在一些温泉度假村、豪华的饭店啦，一些大型的商场，也有可能是在一个环境优雅但不会太过于嘈杂的地方，公园、花园、植物园，或者是一些乡村别墅，也有可能是和工作、金钱、财务、学习相关的场合，办公室、财经讲座，或者是公司聚会、企业之间的培训会，也可能是在投资的会议，或者是银行，或者是你参加一个跟理财有关的活动的时候，
认识到的这一个人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倒吊人这张牌卡，也可能是在很需要耐心思考、很安静的地方，比如说冥想、修行的地方，或者是寺庙，或者是进修中心，或者是医院，也有可能是在学校、研究机构，或者是灵性的一些课程，也有可能是在图书馆，或者是一些读书俱乐部、读书的咖啡厅，也有可能是你本来并不打算去的一些地方，但是呢，最终被朋友拖着去啦，或者是陪伴朋友，或者是因为某一个突发的状况而不得不改变计划，结果意外的遇见了这一个人。也有可能是你正在进行某种内在的修行、成长，一些灵性的课程的时候，跟对方产生的连接。所以你们的相遇呢，不是你本身就计划好的，应该不是在去相亲的网站啊，或者是认识朋友的社交媒体，不是抱着去建立情感的这种目的而相遇的，更多的可能是在一种临时变动的情景之下发生。所以要么就是社交活动的场合，要么就是和工作啊，或者是财务金钱相关的活动，要么呢可能就是在一次比较意外的场所，因为临时的变动而不得不去到的地方。那你们之间的缘分到底又是怎样的呢？哇哦，还是很奇妙，因为我们出现了死神这一张牌卡。这是一段需要耐心发展的感情，不会是一见钟情，或者是瞬间就很热烈的爱情，而是大家慢慢的递进情感建立的关系。你们之间呢是互相有比较强的责任感的，彼此很多的支持，很多的给予，而且大家呢都比较接地气，是比较实事求是、脚踏实地，慢慢的细水长流发展的感情，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沉淀，不是那种很快速的双生火焰的爱情。你们有可能是灵魂伴侣的关系，因为你们之间是有灵魂的交流的，你们彼此呢是有很强的灵魂情感共鸣。这段关系也带着互相的一些疗愈、互相的滋养以及互相支持的能量。从这段感情里面，你会学习如何去表达爱，如何去接受爱，特别是在情感层面、爱情技巧上是有蛮多的成长的。而对方呢，他会让你的内心感觉得到成长、温暖，思想上面也有一定的突破。你们之间的缘分是带有一点这种业力关系的，可能因为过去的某一段经历，或者是前世的连接而相遇。这段关系会促使你们的情感会改变一些旧有的模式，而再一次经历感情的重生。什么叫过去的某段经历哦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给出去多少能量，我们就会收获多少能量。那么在之前你有感情经历，如果你付出了，但是对方呢，他负了你的心，他没有将心比心，最终你们不欢而散，或者是最终你们不在一起了，那么这一个人他的出现，他就是来补回这样的一个
弥补的，就是补回你之前给出去了多少。这一次呢，就之前如果你对对方很好，而对方对你不够好，你付出的更多的话，那么这一份感情可能就是来回馈你的，对方他就会给到你更多，你不需要给太多。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很幸福的状态。如果之前那段感情你拿的比较多，可能对方给付出的比较多，而这份感情呢，可能你就会付出的比较多，会有这样的一种能量互相传递的连接，因为一切都是公平的。那么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这个可能就是业力关系，你们在曾经的某一世就相遇了，在那一世呢，有没有完成的一些功课，在这一次相遇来完成，你要去学会如何放下一些执念，或者是让自己在内在有更多的一些转变。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课题，而这种课题呢，就是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，有更多的蜕变的。所以你们是有灵魂上面的契合，并且关系之中有纯正的情感流动跟支持，但也不是非常轻松的关系，是需要磨合，是需要共同去学习，共同去改正，共同去体验的。有着一定过去的业力关系，所以经历过这段情感之后呢，自我会有很强烈的变化跟转变，对于爱有更多深刻的一些理解了。可能他是对于有的宝宝来说，这个人是你的正缘，但是又因为有死神的能量，所以这段感情需要经历一些改变跟成长，才会稳定的发展。自己一定要在突破之后，两个人才会建立很持久稳定的关系。虽然这段关系呢是有变化跟挑战的，但没有明显的镜像效益，或者是很极端强烈的冲突或者是分离，所以你们应该不是双生火焰，这是一场灵魂契约上面的修行。你们的相遇是为了让彼此成长的，是可以收获到更加纯粹的爱。两个人呢是有很深厚的连接，带来彼此真正的爱跟疗愈，其实非常的棒哦。通过这份爱情，你在感悟，你在内在世界都会有很多很美好的转变。不急于求成，你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清晰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充满期待吧。最后呢，宇宙会给到你一些讯息，当下你怎么样去做，可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。宝剑骑士这张牌卡告诉你，在感情里面要大大方方的展现自己，表达自己，敢于主动的去沟通。你的思想和你的一些观点，你的态度其实就是你的魅力。不要害怕在对话之中去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无论是在爱情里面还是在社交人际关系之中，自信的沟通能力是可以让你有更多的吸引力的。有的宝宝可能会觉得，那我自己讲话也许很啰嗦，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智慧，没有关系，多看书就可以去增加自己。另外呢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去更多的表现你的一些想法啊，表现你的态度啊，去增加跟异性的，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增加跟同性的思想层面的互动，不仅仅是很肤浅的聊天，可以讨论一些更深度的一些话题，比如说人生梦想啊，自己的爱情观啊，价值观啊，世界观啊，全球的一些政治啊，金融啊，都可以聊。那这些呢，你聊得越深层次，越 deep 越多的话，那你就更快的去判断一个人，可以看到对方跟你是不是合拍的。如果仅仅都是很表面的聊天的话，
那即使你聊了几个月，你可能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。还有的朋友呢，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活动、讲座、聚会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你，而不是只等待爱情的来临。那么在社交媒体上也适度的表达一下自己，分享你的兴趣啊、你的观点啊、你的专业知识啊，这样也会吸引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。不要害怕表现自己，勇敢说话，勇敢展示你的个性跟才华，自然爱情就会来找到你，自然同频率的人就会来找到你，并且请你保持内外的平衡，拿捏好主动跟被动。爱情里面别太急，也别太被动，人际关系也是这个样子的。还有就是懂得互相给予的艺术，在人际关系里面不是单方面的付出，也不是只接受对方的好，而是懂得有来有往，将心比心，追求互相的平等，掌控节奏。还有就是无论在单身还是说已经在恋爱中，甚至结婚之后，都不能停止学习，都要不断的进步。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单身的时候会去学跳舞啦，会去运动啦，会去跑马拉松啦，会去学画画啦，会很多时间去看书啊，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啊。但是一旦爱了，谈恋爱之后就会停下自己的脚步，专注于对方跟自己有没有讲太多甜言蜜语，对方爱不爱自己，反而就把这种专注度放在对方的身上，放在爱情上，而不是不断的提升自己了。过度的专注于爱情，那可能就会让自己逐渐失去吸引力，逐渐失去价值。爱情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真正的吸引力来自于你对自己的投资。无论是学习新技能，还是说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还是说拓展自己的事业，只有不断的提升自我，你才会有更多的吸引力，因为对方会不断的去欣赏你，甚至更多的敬佩于你，看到你有更高的一些价值，你不断的成长进步了，自然而然你就非常的优秀。那么对方怎么舍得去离开你，怎么舍得不爱你呢？所以也特别是在结婚之后的很多人，无论是男生女生，女生是比较多，所以用黄脸婆这一个词来形容。很多女人结了婚之后就开始油盐酱醋茶，就没有说去不断的学习或者是接触社会等等的，而自己呢价值越来越低，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保姆一样，只懂得收拾家务或者是做饭这一些。那么宇宙就想告诉你，你想在爱情里面不断的获得对方的爱，持续的发光的话呢，你要不停止成长，这样的话你就越来越有吸引力。所以亲爱的，宇宙告诉你，勇敢的表达自己，不要害怕让别人看到你的想法跟个性，在关系之中学会有来有往，不要单方面的努力，或者是太过于的被动不行动了，等待对方来邀约，等待对方讲甜言蜜语，等待对方给你礼物，而是你希望对方去做什么，你先去做什么。这样的话呢，你才可以很好的去引导这份感情，去滋润这份感情，把感情变成你期待的这个样子，而不是在这边只是想而不做。好，在感情里面呢，持续投资自己，无论是说能力啊、兴趣啊，还是知识，只有你自我越来越丰盛，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会更加的有吸引力了，对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被你吸引而来。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，你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去吸引任何人。好，亲爱的，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，感恩宇宙给你的启示，
最后，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来验证一下你当下的爱情观，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那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组的选择了。首先，我们出现了俊鸟出笼这张牌卡。爱情对于你来说应该是自由的，而不是任何束缚，不是压力，而是轻松的陪伴。你不想被太多的条条框框所限制住。爱情最幸福的状态，也不是说进入到结婚，进入到一定的一个结果。你不愿意勉强自己进入到任何一段让你受到困住的关系。你更趋向于开放心态，顺其自然，不过度执着某一个最终的结果。没有人是可以陪伴任何一个人走到人生的尽头的，都是一段旅程。最主要的是在这段旅程里面，彼此相依相伴，给予最好的价值、最好的能量、最舒服的状态。这也可能代表你已经从过去的某种情感，或者是一些封旧的感情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了，你开始迎接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体验。爱情对于你来说应该像天空一样的宽广，而不是像笼子一样的狭隘，不是以爱的名义而去捆住你，而去控制你。你要舍去自己的时间、精力、梦想跟自由，不是这样的。爱情呢，一定是锦上添花，让自己更加的美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小孩子很安睡的一张牌卡哦，代表着你的爱情呢更倾向于一种安心，一种没有过多焦虑，没有过多患得患失的情况。你希望自己在爱情里能够像孩子一样，单纯的感受温暖跟快乐，而不是被现实的条件油盐酱醋茶所束缚，而不是要有太多现实的一些计算啊，一些规划啊。你渴望一段让你觉得安心可以放松的关系，而不是充满很多波折或者是焦虑的感情。爱情对你来说应该是疗愈的，而不是消耗的，是温暖的，而不是充满着更多的一些紧密的心思啊，更多的一些计算的。爱情呢，应该是这种很自由、很不强求，也不过度期待的情况。你希望爱情给你带来内心更多的安定跟幸福感，你不需要把自己的爱证明给他看，你也不想去迎合谁，你只想单纯的享受爱情带来的美好。这样的一种很自在的心态呢，自然而然就会有真正让你感到安心而不消耗你的人出现，给到你快乐。你正迈向一种更加成熟而轻松的爱情状态，享受勇敢的做自己，因为真正的爱呢，是不会限制自己的自由的。这是你的爱情观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往下听哦。当下呢，你的爱情能量其实也是蛮懂得放下，懂得和解，懂得重生，并且也尊重每一个人的特性，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没有任何人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感同身受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100%的可以懂另外一个人，可以有相同的经历呀，相同的人生观。所有的事情都是磨合的，你也尊重这种不同性。对于人际关系、感情的互动呢，其实你有更多淡定的、成熟的态度。可能过去呢，在感情里面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，你会在乎谁对谁错，谁输谁赢，或者是又怎样的一个不一样。当下其实你蛮懂得放下跟原谅的，你不再执着于一些对错，不再执着于人际关系的不一样啊，或者是争执，或者是摩擦。过去可能呢，你会有一些挫折感，会有一些计较，但这种状态反而让自己感觉非常的疲惫。
所以当下你再从这种旧的比较幼稚的一种爱情模式之中解脱出来，爱情并不是争输赢，而是互相的理解。你现在比过去更懂得如何让关系变得更加的和谐。当然，爱情呢也是互相的陪伴，共同的进步，互相的支持跟托举。你正在从一种疲惫的状态里面重新站起来。过去你可能有很多的心墙啊，或者是在感情选择上面蛮谨慎的呀，然后很有自己的原则。也可能有的宝宝呢，曾经在爱情里面受到过一些伤痛，导致你在进入到新的感情的时候，会有蛮多的防备之心、怀疑或者是不安的。但现在你开始愿意去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房，尝试用更加轻松的态度去面对爱情，不再过多的去担心自己会再一次的受害、受伤。其实所有的这种感情经历呢，都是一种体验而已，无论是美好的还是说痛苦的，其实都是让自己感受到生命的一种活跃度，这是生命的活力。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，都是美好的，其实也会非常的无聊 boring。这也可能意味着你已经放下了很多过去的一些爱情包袱，愿意让自己不再去怕，而是勇敢的去爱，勇敢的被爱，放下防备，相信爱情是很美好的那一面，而不是只看到它可能充满挑战啊，可能有很多磨合的那一面。你不会让自己过多的纠结，过多的计较，因为活着就是要去体验所有丰富的这种层次的，包括爱情。它之所以让人那么向往，就是它可以让自己内心的感受呢无限的放大，而你也会不再让过去的一些伤害或者是担心阻碍未来的幸福，选择让自己更加自由的前行。所以你的爱情能量也正在转变，当你的心态更加的开放，你自己愿意更多的去尝试，更多的体验，保持着一种希望、渴望之后，放下了这种纠结跟恐惧，爱情呢将会以更加美好的方式回到你的生命之中的。很快呢，你的灵魂契约对象就来到你的身边了，因为当下你自己的态度能量正在向积极的阳光的方向转变，那这种好的能量呢，自然也吸引的好磁场的人来到你的身边。那么你吸引到的这个人是怎样的呢？首先来看一下他的外貌，长得不错，是属于可以让人一见倾心、一见钟情、理想恋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。对方呢，他是很有活力的，而且他可能喜欢运动，无论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这种运动哦，给人一种很运动型的身材，很轻盈的一种状态，很吸引人的气质，让人感觉非常的舒适，愿意很自然的跟他亲近。这个人呢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他都属于那种很亲切、迷人、身材匀称、灵活的人，拥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，让人忍不住的就向他靠，被他吸引。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，他应该是1.75米到1.85米之间，他属于中等偏高或者是比较高的类型。当然也可能有的人是特别高的，不过大多数是在这样的一个身高内，然后是属于身材线条很流畅、很运动，身上是有肌肉，但是又不会过于的这种强壮哦。但是结构很匀称，做事情行动是速度还有速度感的，感觉他做事蛮迅速的，然后身体的协调能力很好，五官呢非常的柔和，不属于那种冷酷或者是刚硬的类型，而更多的是一种笑容很温暖啦，眼神带着善意的吸引力。头发呢可能是比较蓬松感的，或者是有一点自然卷，不会过多的去精心修饰，
发型比较随意，但是不邋遢，看起来还是很干净整洁的感觉。眼神有魅力，感觉是他眼睛会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，而且穿衣风格呢很简约舒适，喜欢休闲风，喜欢运动风，偏向自然的风格，不会太过于的浮夸。它的魅力来自于一种自然流露的亲和力、幽默感，让人很容易亲近，没有太多距离感，没有太多的压迫感觉，而且他不喜欢那种死板严肃的氛围，喜欢隐藏自我的情绪，就是他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有什么感觉就表现什么样的感觉，所以感觉他很真实，不做作，也不会过多的包装自己。男生可能就是阳光型啦，或者是运动型啦，然后比较懂得社交，比较懂得照顾周围人的情绪啊、氛围啊，给人一种很容易相处的感觉。女生的话呢，她应该身高在1.6米到1.7米之间，身材比例是比较好的，身材呢也是比较标准，有修长的腿，而且整体的身形线条苗条，但不会过于的消瘦。五官是属于很柔美的那一种，给人一种亲切迷人的感觉，笑容是非常的温暖，眼睛呢可能有很水润的感觉，然后整个人肢体仪态都是非常优雅不夸张的，依然是喜欢那种简约的时尚风格，大大方方的，很清新，整体很舒适，拥有一种让人温暖安心的能量，长得好看，但又是邻家女孩，同时呢，她的适应能力蛮强的，不同打扮就不同的一些风格，说话也是很温柔的，而且跟他交谈的话，他也很愿意去倾听啊，也不会过分的张扬去表达自己啊。总之呢，声音也好听，一起聊天的这种状态也不强势，也不冷酷，让人感觉很自然、很舒服。无论他是男生女生呢，都是有很强的这种亲和力。他有一种初恋系的美，不是那种浓烈张扬的美，但是让人感觉很自然、很舒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他的性格星座。他的命盘里面有土能量是比较少的，所以还有可能他是火象星座、水象星座或者是风象星座。他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呢，也很有可能是狮子座、双鱼座、水瓶座、双子座、巨蟹座、射手座、天秤座。这个人呢是敏感的，情感丰富的，会经常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挣扎。因为有一部分的他是对自己有比较高的一些要求，会思考很多，想很多，因为很苛刻的要求自己，所以很容易内心的纠结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比较感情用事，有时候做一些决定是蛮凭感觉、蛮凭感性的。这个人他不会轻易的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打开自己的心房，来建立信任的。就初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他蛮有亲和力，他很喜欢倾听别人说话，时不时的点一点头，时不时的微笑一下，但很难让他真正的去表达自己。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附和，然后谈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，不会特意的去转一个话题方向。可能你初次见到他会觉得他有一点讨好型的人格，但实际上呢，他又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原则、规矩跟标准的。跟他成为朋友之后，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建立这份关系，但是建立
朋友关系之后呢，会发现这个人很行侠仗义，只要是自己信任的人，在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都会力所能及的去给到帮助的。这是一个行动派，对生活充满着热情，大多数时候都很乐观，都很自信的去迎接挑战。他不喜欢过于沉闷的这种环境，喜欢新鲜感，喜欢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事，接触自己没接触过的人，是一个热爱旅行、热爱运动、喜欢去挑战新事物的人，越挫越勇行。有时候呢，可能比较冲动，做事凭直觉。在感情里面呢，容易快速的投入，但也容易失去耐心。但这个人的个性蛮开朗的，也很照顾周围的人情绪，给到周围的人带来蛮多的快乐。有时候呢，他比较理性，但大多数时候他可能都是比较感性的，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一些心机，想法呢也不是很复杂，可能有时候呢也会独立独行哦，不会太多的去照顾别人的一些想法，别人的一些期待，就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，他就会去做，即使可能最终的这种结果并不是大众所认为的成功啊，或者是美好啊，只要是他自己喜欢的，他就去选择。如果周围的人都说做律师好，做医生好，那么他不会以大家都去评断这个事业好，他就去可能做这些事情往这个方向上走，而是真正的自己喜欢去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即使自己可能做一个木工，他觉得不是很挣钱，那社会地位也不会很高，但只要是他自己喜欢的，他就会去做。所以不太去听信别人的一些建议，表面上看着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自我主张，但实际上呢，他内心是比较强大的。另外呢，对爱情他蛮认真的，并且有责任感，他不会随便爱上一个人，但当他真正投入感情的时候，他就是很热情、很火烈，然后愿意给予全心全意的爱。他也懂得察言观色，对自己的恋人呢会有很高的包容度，是一个很有爱心、很感性的人。在感情里面，他希望建立稳定深厚的持久关系，而不是短暂的激情。他在恋爱的初期可能不会全身心的投入，还是会有一些喜欢调情啊、暧昧啊，他喜欢这种约会的感受，不会轻易的爱上任何人。但当他真的爱上对方之后，他就会很陪伴、守护了。这个人的爱情观里面他是属于那种在感情里面很有活力、独立性非常强的，希望对方可以跟他一起玩味，一起去探索世界。希望对方呢也是不要随时都24小时腻在一起，经常打电话，经常发信息，彼此要有一定的时间空间，彼此的这种社交圈也不要都在一起。但是两个人呢，如果可以玩到一起，可以去做很多新鲜的、有趣的事情，这份感情呢是充满趣味的，而且对方他也是不断进步的、阳光的，他就会很喜欢。可能在感情的最初，他是会有一些犹犹豫豫的，也许他有过情感的伤痛啦，所以在感情的初期有一点防备之心，或者是一刚开始他不太确定对方是否是合拍，只是知道自己喜欢对方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全身心的投入，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信任一个人。他其实内心是向往那种、渴望那种纯粹真诚的感情，不要做作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要有太多需要去猜忌的、猜疑的，或者是要故意的去讨好的，彼此互相的尊重，互相传递快乐跟温暖是很好的。最美好的爱情呢，就是互相玩到一起去，互相的陪伴，而不是消耗彼此。另外呢，
他可能是一个先防备再行动，最后变得极度深情专一的人。当他真的爱上你，他就会用行动来证明，而不是说说而已啦。好，所以最好是看他做什么，而不用去听他讲什么，因为话谁都可以讲，就感情的初期，还不是深爱的时候，也可以讲甜言蜜语，彼此高兴就好。但是真正的开始对方非常的大方慷慨，然后时刻都想跟对方一起去玩乐，遇到一些好的餐厅想带对方去品尝，那去到了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也想带对方去体验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开始是真正的觉得对方可以跟他玩到一起去，两个人是三观相合的人，他就会投入到感情里面。所以看他做什么就知道他对你爱的这种深浅了。他的职业也是蛮有趣的，不同行业都有哦。他很可能是药剂师，那有专业的就是医疗设备、药剂这方面的知识，学医的。那另外呢，他有可能是搞艺术的，比如说歌手啦、演员啦，或者是网红，在做自媒体，也可能是主持人、模特儿，因为他有一些艺术家的这种气质哦。很追求精神世界，很追求在地球上面玩得开心，喜欢文艺艺术，有比较高的审美能力。另外呢，可能他也是客户服务人员，喜欢去建立很好的气氛，喜欢去帮助别人解决一些问题。也有可能呢，他是司机、快递员，在做运输这一方面的，也有可能他是市场研究数据分析师，可能在做市场这一方面。所以在他的事业领域里面，他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手艺，有自己的一些技能。那么你们相遇的时间有的宝宝可能跟这个人已经相遇了哟，说不定你们已经在做思想的沟通了，可能还在认识的初期。我们首先呢出现了宝剑3这张牌卡哦，也许当下大家还没有聊到很深的一个地步，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互相治愈的这种能量，或者是互相在传递一些正能量之中。那跟他相遇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在心理上、情感上都有一些转变，他可能会让你不再伤心啊，不再纠结啊，或者是不再觉得孤单。你跟他越聊呢，越觉得很舒服，给到你一些正能量，不再纠结过去的情感问题，而是决定向前看。所以也意味着有的朋友可能在学会真正放下心中的纠结之后，就会遇见这个人。也意味着有的宝宝可能当下已经遇见了这个人，因为宝剑呢是塔罗牌里面速度最快的嘛，所以要么已经遇见了，要么就是在3天左右的时间，或者是3个礼拜之后，或者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就会认识到这一个跟你有灵魂契约的人。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宝剑牌卡哦，就是有可能当下呢，你愿意去接收新的一些信息，愿意去接触一些新的人的时候，跟他相遇的，可能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呀，或者是态度啊，让你愿意跟他有更多的聊，越聊越多呢，就觉得其实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，会给你到新的一些 idea， 新的一些想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圣杯9这张牌卡。慢的朋友呢，可能是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9月份，或者是9个月左右的时间跟对方认识。你跟他认识的时候呢，可能是在你真正感觉得到很自信，生活很满足的时候，你不再去寻找爱情，你不再去寻找幸福，而是
你自己就有可以让自己带自己去约会，让自己幸福快乐的这种能力的时候，你们相遇了，因为你可能也会把这份快乐给到对方。这是当你放下对爱情执着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世界里面。当你真正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，专注提升自己快乐满足感的时候，爱情自然而然的就出现。当你准备好，当你已经是鲜花盛开的时候，这个蝴蝶它自然而然就会到来了。总体的来讲呢，最晚也就是在9个月左右，它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，就可以跟它相遇。那么你们相遇的地方呢？首先，五角星6代表着一种金钱的互动，物质资源的流动，那可能就是在和金钱交易相关的场合，比如说银行啦，或者是股票投资的地方啦，或者是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会议呀、面谈啊，也有可能是在公司或者是工作相关的场合，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公益活动、捐赠机构、慈善活动、志愿者服务的时候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和自己职场相关的场合，办公室啦，或者是合约签订的一些场合啦，或者是在一些创业咨询事业发展的地方，也有可能你去到某些公司，或商场，它是客户服务人员，他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、金钱问题、麻烦的时刻相遇的。权杖王牌代表了新机会，或者是一些很创新的场合，在一些有创意发展的新计划场合，比如说艺术工作坊、演讲、比赛、创业产业相关活动，或者是一些有创意的公司，也有可能是在充满活力、让人兴奋的地方，比如说健身房，或者是户外运动，或者是攀岩馆，或者是冲浪所、冲浪点，也有可能是在派对开幕仪式，或者是新的学校，或者是在去参加一些新的培训课程的时刻，或者是在去学习新的一些兴趣班时候相认识的。你们的相遇呢，可能发生在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充满活力或者是创造力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会让你感觉得到兴奋，或者是你在开始一个新的尝试的时候遇见到的对方的，比如说报名一个新的课程啊，报名一个新的兴趣活动啊、运动啦，或者是在参加一个新的社交活动的时候遇见的这个人。那么另外呢，有的宝宝可能是在自己去搬家，去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换新的工作，或者是开始新生活的时候遇到这个人。当下呢，去到一个新的能量状态场里面，你非常的满足快乐，自己小有成就感，迎接开始的时候，那么跟对方相遇的。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宝剑4，宝剑4呢代表着放松、思考、很安静的地方，也有可能是在瑜伽馆，或者是做 SPA、冥想、疗养院、图书馆、很安静的咖啡厅，或者是需要等待的场合，医院啦、机场的候机室啦、公车站啦、火车站啦、酒店啦，或者是这种咖啡馆、公园，很安静的小镇度假胜地。可能是你在很放松、度假、休息、疗愈的时候，这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世界之中。比如说你在旅行的时候，在一个很安静的咖啡馆或者是图书馆遇到了对方，或者是你在等待某个结果，比如说是办签证啦，或者是去看诊、搭车的时候，跟这个人产生的连接，也是蛮奇妙的。那你们之间的缘分是怎样呢？
请你保持开放的心，对未来充满期待。你们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学习跟成长，带有一种导师跟学生的能量，彼此影响，帮助对方提升。这可能是你们双方人生旅程中的一段学习的关系，其中一个人呢会教导另外一个人很重要的爱情课题，比如说稳定情绪，提供好的情绪价值，或者是如何更好的去信任爱情，或者是建立更多的爱情技巧，知道如何去沟通，如何建立长久的这种安全感。所以这也意味着这段感情呢，可能一开始并不是像童话故事那样的美好哦，而是需要努力，是需要去学习，是需要去不断的吸收、滋润、经营，来建立稳固的连接的。这段关系呢，可能也是灵魂伴侣的其中一种哦。是让彼此呢在通往正缘的道路上的必经课程。你们的关系呢，无论大家有怎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，但是都会有一段时间是会给到彼此力量，去互相疗愈的。去克服心中的这种对爱情的不信任、防备心、情绪上面的波动，不会说两个人在一起就非常的和谐跟和平哦，是会有争执，是会有矛盾，甚至可能呢有感情淡出、感情失望的这种可能性。但是这也增加了你们可以更好的去沟通，打开自己的心房，去磨合，去学习，然后增加情感的亲密度，增加深层次的连接。当然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感、不安全感，出现一些误解，但也正是让你们灵魂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成长的关系，灵魂进化的考验，迫使你们去面对自己内心的阴影跟不安。因为你们的这种可能在感情里面的消极啊，或者是担心啊、迷茫啊，都是自己给自己的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胡思乱想。但是也正是通过自我的一些胡思乱想呢，慢慢的就会去克服这种不好的想法，而更加的正向，更加的疗愈，更多的成长。你们彼此应该虽然关系是有一定的深度的，但可能不是双生火焰。如果说要发展成为正缘的话，那彼此都要去克服月亮带来的迷茫、不确定感，在这份关系坚持、信任以及有更多的成长转变之后，你们可以发展成为正缘关系，因为有一定的正缘的潜力。但更多的呢，是一种灵魂伴侣的存在，一起去学习重要的情感课题，帮助彼此接受挑战，更多的耐心、理解、经营跟成长，提升爱情技巧，提升情感共鸣。所以总的来讲呢，也是很好的一个桃花哦，让自己有蛮多的一些突破跟转变的。对于爱呢，也有很深刻的一些感受。学会沟通，学会表达自己，学会信任彼此，也学会给彼此一些时间空间，学会稳定，不是很急于求成，克服所有的这个挑战。没有任何感情是一帆风顺的，最主要的是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否会给你带来好的价值呢？是否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呢？所以答案是是的，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突破成长，也会让你放下过去的伤痛，不让过去的情感阴影影响现在的关系，更多的享受当下，更多的吸收到爱情技巧，以及吸收到如何去滋润感情。
那么最后呢，宇宙告诉你哦，当下如何去增加自己的吸引力，具体提升自己的方法呢？照顾好自己，注重健康、美容、财务管理，让自己的状态更加的稳定，更加的有魅力。在感情里面，你要去建立一个让人感到安心、可靠、有品味、有质感的一个状态。当你更加优秀、稳定、有价值的时候，你就会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了。首先，你的形象呢，一定要是很自信的，并且你很懂得享受生活，在感情里面呢，也不会看着很急于去寻找爱情哦，而是让人感觉你很独立，你很从容，即使没有恋人，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，好好的照顾自己。当你在这样的一种自我幸福、很有品味生活的状态之下，你就会有非常强的吸引力。那另外呢，要克服内心的一些匮乏感，自己一定要相信你是值得被爱的，而不是担心我会不会被选择，我会不会幸福，我的未来会是怎样的，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恐慌，而是我是足够好的。你的内心呢，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安全感，害怕被拒绝啊，或者是担心自己不够好啊，而让自己可能被忽视，或者是错过一些感情，或者是让自己不敢太多大大方方的表现自己的一些想法态度。现在是要重新找回自己内在的丰盛感了，去享受生活，去扩展自己的社交圈，去增加自己的魅力，多跟那些快乐的、轻松的、有趣的人去交谈。这样的话呢，也会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活力，多跟有自信的人去接触，有智慧的人去接触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可能在这种能量上面也会被受到一定的启发。所以多参加一些有价值的好的社交活动，去参加好的朋友聚会啦，或者兴趣班啊、旅行啊、音乐会啊、运动俱乐部，这些呢都是可以拓展自己的社交圈的。另外，散发一种轻松自在的氛围，不要带着我要去找对象的这种压力去参加社交活动，而是纯粹的享受这个过程，反而你会有更多的正能量，反而这样的魅力会自然而然的去增强，跟那些有趣有活力的人来往呢，也会让自己更多的吸收的。所以亲爱的，宇宙告诉你哦，注重个人价值，成为更加独立优雅的人，也相信自己值得最好的爱情，而不是担心自己不够好，多去参与到一些美好的社交活动里面，让自己在轻松的环境里面自然吸引到对的人。当你内心足够安全感、足够自信、足够幸福、享受生活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真正适合你的人自然会被你的能量所吸引而来的。好，亲爱的，那以上呢就是宇宙给到你的启示，你有接收到吗？感恩宇宙。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到你的讯息。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你的爱情观，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。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，你要跳脱出去，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哟。首先，我们这边出现了手心之中捧着一只小鸟，看到你的爱情观核心呢，就是珍惜真正的感情，而不是强求。你觉得爱情呢是一种需要呵护的存在，所以你不会随便的投入到感情里面的话，就不会轻率的去对待。
你希望爱情是互相的照顾，彼此给予稳定，彼此给予很好的一些价值，并且是值得信任、忠诚的关系，而不是因为孤独啦、焦虑啦，或者是外界给到你的一些压力，有年纪啦，或者是必须要成家啦，而去产生的情感依赖。在感情里面，你愿意去细心的呵护对方，也懂得给到彼此足够的一些空间，让爱情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发展，而不是强行的去占有啦，或者是以爱的名义去干涉、去控制啦。你的爱情观呢，已经从那种激情的类型转向了成熟的类型，你更加注重关系的质量，而不是数量，而不是短暂的浪漫甜言蜜语。真正的爱情呢，就是互相的托举，互相的珍惜。你不想要那种被爱情牵着走，特别情绪化的感情，你想要的是理智，而不是如何平衡情感。你不会想要那种情绪特别波动的感情经历，比如说冲动的决定、过度的投入，或者是脾气暴走，或者是因为意见不合而产生争吵啊、矛盾啊。不想用爱情去捆绑自己，那同时呢，也希望感情里面大家都是平和的，都是一种真爱的。爱情应该是可以给到自己足够的力量，而不能让爱成为自己的弱点。所以你选择在爱情里面做一个很清醒的人，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去选择，而去陷入到不健康的依赖关系里面。这也代表呢，你已经学会控制自己的内心了，不再让爱情变成消耗，而是让它成为让你成长的力量。你希望爱情是一种温暖的守护，不是束缚。你也不会因为寂寞而去将就爱，而是愿意等待真正值得爱的人。你学会了掌控自己的情绪，不再让爱情变成一种情绪化的游戏，而是选择理性跟稳定的发展。所以当下呢，对待爱情，你是一种很平衡的心态，让自己吸引到与你价值观契合的人。如果过去你曾经有情感的伤痛，那么你会相信你已经成长了，你未来的爱情会更加的健康，更加的稳定。当你用温柔、智慧去经营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呢，那么真正懂你、珍惜你的人就会自然的出现。当下你已经拥有了那种成熟的爱情观，所以现在的你正在走向真正适合你的爱情之路哦。而且当下呢，你的爱情能量其实也是蛮好的，能量呈现出一种内在的沉思跟稳定的状态。首先，圣杯4这张牌卡显示，你不会因为别人对你有更多的期待，或者是有别人喜欢你，而就陷入到一种对感情的投入之中。你会期待遇到真正符合自己感情投入的人。其实当下呢，身边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你，也是可能有人想要邀约你的，也是可能有人想要跟你有更多发展的。但对于你觉得不合适、不合拍的人，或者不是门当户对的人呢，你采取保持一定的距离感，不会是那种急于求成、想要谈恋爱的一种状态。而且目前你的爱情能量呢，可能处于一种观望，或者是更多反省自省的状态。你不会强求，也不会急躁，也不会主动去追求新的感情发展。当然，你渴望情感，你只不过内心深处渴望一段稳定长久，并且令你安心的关系。
权杖4呢是关于家庭稳定以及庆祝。你对爱情的期待不是短暂的激情，不想玩爱情游戏，不想有任何的一些暧昧，而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生活在一起的伴侣关系。你可能希望找到一个真正给到你归属感的人，让你安心的投入，而不是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爱情。你宁愿单身，你宁愿不要陷入到任何的感情麻烦之中。你目前呢，可能处于对爱情稍微有些冷淡，或者是有些犹豫的阶段，但不代表你不期待爱情，只不过你觉得爱情应该是建立彼此真正有价值的关系，而不是短暂的这种激情。对于爱呢，对于伴侣呢，你会有更多成熟的一些想法，而期待一个跟你真正可以达到灵魂共鸣，或者是生活习惯可以搭在一起，建立长久关系的连接。你现在正在酝酿真正适合自己的爱情，你的爱情能量呢也处于一种过渡期，你还正在准备。当你准备好，调整好自己的能量，爱情就会以最适合你的方式出现，幸福的感情就会水到渠成，给你带来稳定跟幸福感的。所以当下呢，你的对爱情的期待，你的想法，你的态度也是在很正面的，爱情能量也正在提升之中，比较成熟跟淡定。你觉得幸福最好是顺其自然、细水流长、平静而舒适的，以及受到周围人的祝福。如果周围的人都反对的感情，那么对方呢，肯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缺点，或者是有一些不值得信任的部分。你也是希望自己的爱人跟你的家人呢，跟你周围的亲朋好友都在一个和睦的关系之下，这是你的期待。那当下的这种能量呢，正在吸引怎样的缘分来到身边呢？以上这些是你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。来到的这一个人，他拥有稳定踏实的气质，同时他又有活力、青春感。这是一个既可靠又带着一点冒险精神跟热情的人。可能他的外在看起来是比较年轻，是比较活泼，是看着很青春的，但他的内在呢却是比较接地气，是很有上进心，很努力，很稳定，给人安全感的人。他的身材不会过于的瘦弱，应该身材是有点圆润，或者是身上有一些肌肉，偏运动型的身材，可能是经常锻炼，或者是体力不错，或者是本身从小呢就经常喜欢去运动，给人一种很健康的感觉。皮肤也许是偏暖色调的，健康有光泽，喜欢晒太阳，不是那种苍白的类型哦，可能带着一种自然的红润感。五官端正，轮廓非常的分明，可能有浓眉啊、大眼啊、深邃的眼神啊、坚定有神的眼睛啊。发型呢，应该是干净利落的，不会太长，可能是短发或者是中长发。女生的话呢，她的头发应该不会是长到腰的，但最主要的是一种很简单大方的风格。穿衣的风格呢，应该也是很简单，但是会选择有质感的衣服，也可能比较偏好休闲运动风，注重衣服的质量，而不会太过于的浮夸。他会觉得简单朴素就是美，也许他喜欢穿不同颜色的一些衣服，但是不会戴太多的一些首饰，不会看着特别的张扬，特别的浮夸，还是很注重自己的形象。第一眼呢，让人看起来是低调可靠的，
然后在接触更多之后，发现这个人不是太过于的内向，还是有很多的活力，有很多的想法。他是属于那种耐看的类型，越看越好看，并且呢，本身他就带着一种很阳光健康的态度，所以还是蛮迷人、蛮吸引人的。女生的话呢，她的皮肤应该是光滑并且透亮的，可能是健康的小麦色，不是冷白型，而且她的发型应该是有一点微卷，或者是比较自然的蓬松感，给人一种随性但是不凌乱的感觉。穿衣风格呢也是轻松自在，然后有时候也许会喜欢中性风的穿搭。大大方方、健健康康，它的魅力呢，不是那种浓烈的，而是一种轻松自然的吸引力，就像是阳光下的微风一样，让人感觉舒服，让人感觉愉悦。那这个人的星座性格又如何呢？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双鱼座、巨蟹座、天蝎座、白羊座、处女座、金牛座、摩羯座，或者是他的太阳、月亮、上升星座是在火象白羊座，或者是土象处女座、金牛座、摩羯座，或者是水象双鱼座、巨蟹座、天蝎座。首先呢，我们其中的这个倒吊人和我们的圣杯侍从可以看到，他是有比较强的水象星座能量的。这个人内心细腻，感情丰富，很有同情心，很注重感觉，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面。有时候呢，会有一些犹豫不决，有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些被动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王牌哦，可以看到他有白羊座的特质，内心还是很有激情的，但行动上呢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拖延或者是犹豫，所以有时候动作会很快，但有时候呢，动作又会很慢，毕竟火的能量在他的星牌里面是稍微少一些的，不过这个人还是对新事情充满着兴趣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就不会拖延，充满着热情，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可能有时候就有一些拖延症。好，接下来女皇以及我们的五角星8的逆位哦，就代表着他有土象的星座能量，做事情呢还是很脚踏实地、接地气的，拥有稳定啦、务实啦、享受生活的这些特质，还是很注重自己的事业规划，有一定的事业之心。他是一个愿意不断去学习、不断的去思考、不断的去增加自己价值的人。对于爱情呢，也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些想法见解。他可能是小众的人群，不会轻易的跟随主流，并不是大家都在谈论或者去做一件事情他就会去。他喜欢从小众的角度去思考，如果大家都在说一件事、做一件事情的话，他就会反向的去思维。他喜欢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、去理解，这也可能意味着在感情里面他不会匆忙的进入到情感之中，而是先确认自己内心的这种需求价值观之后，再进入感情投入。那这种特质呢，也会让他在感情里面不会轻易的冲动。所以如果他大胆的去表白，大胆的去追求的话呢，那就已经代表了他决定好了要跟对方进入到感情关系里面。他很可能也是一个行动派哦，不仅是嘴巴上说说而已，也是会实际上的去做一些动作，来表达自己的真心，来争取自己的幸福。这是一个内心非常温柔，也懂得关心照顾别人的人。
女皇这张牌卡就代表着她拥有母性的爱，可以提供一定情感上面的支持、情绪价值，并且希望给到感情这种归属感。她的内心呢是很纯真，是很浪漫，并且有很理想化的爱情观，愿意对于自己爱的人大方慷慨，付出一切，也愿意去接受爱，这让她在爱情里面展现出很耐心、很温暖、很照顾他人、体贴他人、愿意去包容的这种特质。这个人很可爱，有时候呢是有一些懒惰的，他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追逐金钱名利上面，但是呢他又很想要去享受生活，想穿好的衣服，吃好的食物，用好的家居，想要去旅行，想要给自己过上这种很有品质、荣华富贵的生活，所以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会非常努力去挣钱，然后达到自己期望的数字，银行数字存款之后，他就提前的退休，这是他的想法哦。另外呢，可能他不会很懂得理财，可能手有一些散，在挣到钱之后，他就会去享受生活，可能蛮会消费的。所以一定要让他趁早去学习理财，去学习节俭，不要让他在太年轻的时候就投资了。好，宇宙给到你这样的一个讯息也蛮有趣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如果未来你们在一起哦，你最好给他传递一些金融知识，或者是你们生活在一起了的话呢，最好你来理财。他的职业有可能是会计师，有可能是社会工作者，有可能是护理师，有可能是机械工程师、土木工程师、机械维修人员，也有可能是摄影师。应该来说，他有自己的一技之长，是凭着自己的专业吃饭的人。那你们相遇的时间，很可能在你生活非常自律，还有原则，生活很稳定的情况之下跟他相遇的。当下呢，你应该在更多的自我调整、自律之中，所以很快他就会出现。要么就是在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冬天，要么呢就是在8个月之内会跟对方相遇，也有可能是有的宝宝已经跟这个人在接触了，或者很快就会接触，比如说7天左右的时间啊，或者是7个礼拜之内就会跟他接触。也许你们已经在浅浅的交谈，但是你们2个人的发展速度应该是蛮快的，从认识到发展成恋人，这个速度应该是很快，大家会一拍即合。而且在感情的最刚开始是有一些保守的，会浅层次的聊，但很快就会保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，更多的思想沟通之后呢，就会建立快速在一起的可能性。相遇的地方，有的宝宝可能是在网络上认识到的对方，那有的宝宝呢，可能是在金钱、财富、物质相关的地方，比如说银行啦、投资机构啦、房地产交易中心啊，或者是公司大楼，或者是在一些周末集市、传统市场、博物馆、高级餐厅、精品店、财富管理中心这些地方认识，特别城市的地方相遇的。那有的宝宝可能就是通过自己转变、旅行、搬迁的时候认识，比如说旅行途中机场啦、火车站啊、邮轮啊、长途巴士啊，或者是渡轮，可能是在一些交通的
地方认识，也有可能是自己去留学，或者是游学，或者是跨国、跨城市的这种移动之中认识，去到一个新的环境。也有可能是在你寻求新开始的地方，疗养中心、心理咨询所，那么也代表着网路。我们这边的太阳呢，代表着可能在一些阳光明媚、很开放的环境里面认识的，比如说沙滩、阳光明媚的公园、露天派对、音乐节、户外市集，或者是在夏令营、游乐园、一些庆典、婚礼、生日派对，或者是运动竞赛的地方认识，是一个充满阳光、充满欢声笑语的环境里面，偶尔认识的这个人，相遇的时候呢，让你一见难忘。那你们的缘分到底是怎样呢？有的宝宝可能这个人跟你是正缘关系哦。那么首先，节制这张牌卡代表着调和、耐心、灵魂进化的过程。你们的缘分呢是带有灵魂伴侣的特质的，两个人需要一些时间来建立真正的稳定关系，但是这个时间呢不会太长。这段关系呢，彼此会学会平衡、适应。你们的关系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情绪的稳定、情绪价值，并且帮助彼此变得更加的成熟。这是灵魂伴侣的典型特征哦。所以这段感情是平衡并且互补的，而不是那种很激烈的吸引力，或者是大家有很多的一些矛盾磨合而带动彼此的成长，就是一种水到渠成、顺其自然、很舒服的关系，没有怀疑呀，没有太多的一些犹犹豫豫呀，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自信心不足，而是就是两个灵魂相吸，很合拍、很熟悉的感觉，好像曾经在某一世已经磨合过了，这一次再次相遇呢，有更多互相的这种珍惜，有更多深层次的连接，甚至是跨种族、跨性别的这种障碍都会没有。而两个人呢，在这份感情里面都会克服内心的障碍，真正的去迎接这份关系。当然，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障碍，比如说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啦，或者是有一些现实的一些距离啦，或者是要通过现实的一些考量，但最终呢，会鼓起所有的决心，突破所有的这些障碍，走向彼此的这份情感是有很多深层次的理解，很有爱，很有关怀，你们之间的感情流动是非常自然，并且有一定的疗愈性的。其中一方呢，可能很容易去理解对方的内心需求跟情绪，更多的可以感同身受。所以这份感情不是那种很纯粹的那种干柴烈火的激情，而是来自于心灵的共鸣，可以深刻的情感交流，可以去倾听对方的想法，可以去慢慢的理解对方的不同，也会支持对方的不同，支持对方的梦想。这也是灵魂伴侣的重要特质，你们的缘分是一种互相的理解，互相的托举，并且感受彼此内心的这种深层关系的。这段关系很有机会去建立成长久稳定的正缘关系哦。只要双方呢愿意去 open， 愿意去调整，愿意去适应，愿意做一定的妥协改变的话，你们应该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，应该可以开花结果的。这是一段温暖深刻的感情，只要你们愿意，会带来幸福跟稳定的爱情关系，非常棒哦，亲爱的。因为当下呢，在爱情里面，你就是很理智的一个想法，已经突破了很多肤浅的这种心态。
你已经想要的就是一种很稳定的感情关系，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吸引到了正缘，吸引到带有灵魂特质的正缘来到你的身边。非常感恩宇宙的安排。那么同时呢，宇宙也告诉你哦，怎么样去做，当下可以增加你的吸引力。好，理清你内心的想法，不要迷茫，不要对爱情生活有太多的一些幻想了，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在感情里面，不要优柔寡断，不要犹豫不决。如果你遇见了自己想要的伴侣关系，无论对方是主动的、被动的，你主动就好了。你确定你想要跟对方在一起，把这种幸福掌控到自己的心里面，那么就很容易去建立自己的幸福，抓住机会。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展现你的自信，跟你很清晰的一些想法，这会让你更加的有魅力的。如果在交谈的时候，你可能含糊不清啊，或者是在很多想法上面互相矛盾不清楚的话，可能也会觉得难以沟通下去。另外呢，慢慢的付出，慢慢的给予，在感情里面不要太急于去展现热情了，而是通过一种实际的动作，比如说稳定的陪伴，很细腻的关心，让对方看到你是专一的，看到你的价值。还有就是持续的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跟提升自己的金钱收入稳定度，那这些呢就会让你看起来很可靠，就更加的有吸引力。在当下的这个物质社会里面，虽然我们很注重感觉，但是我们也要很现实、很理智。谁都希望自己的爱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、收入高的人，不是吗？谁愿意去遇到一个没有收入的，但是又很有感觉的人呢？也希望，即使他当下还没有很好的成就，但至少来说他是一个潜力股吧，至少来说他也要有一定的上进心吧。所以当我们要求别人是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就要先成为这样的人。当我们自己价值越高越优秀的话，那自然而然我们的魅力就越强。还有宇宙告诉你，活出自信跟魅力，希望在生活里面，你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满足。勇敢的去表达你的价值观，不要害怕做自己，也不要去迎合任何人，而是成为最真实、最有魅力的自己。这样呢，你就会吸引到真正懂你的人。当你完全活出自我的时候，真实不做作，你就会自然吸引那些欣赏你、愿意跟你并肩同行的人。不要压抑自己的独特性，反而去展现自己的价值观，展现自己的这种个性，这就会吸引到跟你频率相同的人哦。所以你活得越精彩、越丰富、越满足、越幸福，那么你的魅力就越大。当你拥有清晰的目标、稳定的行动力，活出真正的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存在，你就可以吸引到真正和你匹配的爱情。你越美好，那么你的爱情自然而然就越美好。你希望自己的爱人是怎样的一个形象？那么首先就把你自己打造成怎样的一种形象特质，就会磁场相吸哦。同类的人一定是和同频率的人聚在一起的，不是吗？感恩宇宙给你的启示。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咯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